Hello， 大家好。13年的准提咒晚的都有点离谱，都快拖到明年了。我做了一个手术，发现的时候呢，已经到了必须手术的那一步了，根本就轮不到求神拜佛。好，回到正题，我最近好像终于悟出来一点点应该怎么念准提咒了。首先，佛法一直是讲究身口意合一的，身呢也就是结手印，在《陀罗尼经集》当中记载。若作手印，速诸正法，易得成焉。口呢就是念准提咒，意呢就是做观想，从内到外的调用一种力量去做一件事，那力量肯定特别强。这也解释了为啥我还没开始念咒语，只是在做刚开始仪轨的时候愿望就实现了，因为力量特别强。而实际上正式的进入到念咒的过程中，我不可避免就一定会走神流汗，身口意就不在一条线上了，赶得特别巧。又住院又搬到我妈家去养病，我计数器就丢了。我当时的心态大概就是这样，他妈谁都欺负我呀！可是每天的早晚课还是要做呀。我就想到一个办法，我可以观想这张图，把法器作为我的计数器。这一圈呢，一共是有15个法器，一共念7圈零3个，就是108遍。照着图念还好，一旦脱离了图，进入到观想阶段，我就会记不住我念到哪儿。哎，是海螺呢，还是水瓶呢？前一段时间我就找到了这个计数器。这个计数器呢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个位数到9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带动到下一位数，会按的比平时用力按的时候，刚好就是10、20、30，对应到图上就是锁钩和宝状。这样即使我闭着眼睛，也能知道我念到哪儿了。走神流号还是有，但时间和次数会减少很多。而且还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，就是我感觉平时之前做这一套早晚课的时候，每次都需要15分钟、20分钟，可是用完这个方法，大概5分钟就能完成。南史还有很多讲密宗怎么修的书上就说要观想月轮和种子字，但是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准提咒它有个特别神奇的地方，上根大智慧者直接念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清净的状态，而下根卑劣者啊，也就是我，不用观想，老老实实念，只要念清楚听清楚，一样是有效果啊。那到底观想呢还是不观想呢？还专门有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个事儿，说如果想要寻求佛菩萨的加持感应，那念多少遍最为重要。如果想要寻求开悟解脱，则需要做观想。他真的没说反吗？在《了凡四训》里，云谷禅师就讲，道士如果不会画符，是会被鬼神所耻笑的。画符不识窍，却被鬼神笑。其实画符特别简单，只需要你在画符的过程当中不掺杂任何杂念，把这个符画完，那么这个符就会非常灵验。不但画符如此，但凡向天祷告啊，寻求改变命运啊，也都要不掺杂任何杂念。我也观察到准提咒有个特别神的地方，就是第一次接触准提咒的人，他们感受到佛菩萨的感应，佛菩萨的加持都会特别快特别猛，那是准提菩萨想要度我们。咱换个角度想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接触准提咒，由于不太熟悉，又不太确定自己发音对不对，所以就会念得特别慢特别细，最重要的是本身就不会念，所以根本也没有那个时间去胡思乱想，想一些别的没有用的，达到了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，所以加持感应才会特别猛。什么都不想是用来加持感应的，而念多少遍是用来达到开悟的。经常听说念一辈子阿弥陀佛的老人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。就拿我最真实的感受来说，念了3年的准提咒，最大的感触，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念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每一个胡思乱想，它都是一件事情的因。有了这个因，当因缘条件聚合的时候，有了合适的土壤环境的时候，你的这些想法就会在现实中变成一件一件的事情发生，让你去经历。就跟吸引力法则一样，你想什么就会吸引来什么，但吸引力法则没讲的是它需要有一个环境，有一个因缘聚合，有那个土壤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想法念头改变的时候，你周围的环境自然会发生变化。其实佛祖是发现直接的念咒语就可以提升我们的智慧。什么叫做密宗？并不是保密的意思，佛教分为显宗和密宗。显宗就是佛祖用最浅显我们最能听懂的语言来描述宇宙的真理，这个显是浅显的意思，而密宗就是不加修饰的真实的宇宙奥秘，这个密是宇宙奥秘的意思。
为什么说密宗上师这么重要？一段咒语，一段话，它是什么含义，你不需要知道，反而是应该如何念诵，念诵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在《般若心经密见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真言不失义，观诵除无明，一字含千里，即身正法入。可是现在根本就做不到什么都不想，所以只能用观想技术不同的念诵方式来控制我们的念头。这是我现在的理解。所有的不同的修持方法，不管是显宗密宗、禅定布施、礼拜、观想，都只是为了同一个目的，同一件事，就是让我们慢慢的放下我们的小我、我们的自我、我们的欲望，让我们那个本来的我，让我们的那个真实智慧，就是阿赖耶识，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。经常听说戒定慧三学要一起修，戒定咬咬牙使使劲儿还能修出来，可是智慧这个是真没有，要怎么修啊？实际上是戒定之后才能出现智慧，是自然而然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但智慧，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感应啊、心想事成啊什么的，你甚至都不能说它是好事，不会用、不懂，甚至还会害了我们。今年夏天嘛，草坪都是要割草的，我呢就坐在割草的对面的空地上等大皮皮。我到那儿的时候真没开始割，我刚坐下，他们就开始割。太吵了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就给大皮皮打电话，我说这太吵了，我受不了了，给我换个地方吧。我刚说完这句话，割草的声音就停了。我说话声音这么小，而且距离还挺远，还这么吵，难道让他们给听到了吗？我就偷瞅一眼，原来是割草的老头眼睛里蹦进去草，他非常难受，他一直在那儿弄。割草是有2个人的，旁边那个人也一直帮他，也是没弄出来。后来是他们负责人给他俩给带走了。挺巧合是吧？就类似于这种巧合，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回。我一直都觉得挺神奇，没什么。可是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你的想法，你说出来的话都会产生因果，何况这种实现了还对人造成伤害的。为什么说要止语？为什么要行闭口禅？就是为了让你减少你的口业。无心的一句话少了多少功德？音符字符它有力量，一句佛号它有力量，难道你的负面想法，难道骂人，难道抱怨就没有力量了吗？就是因为不懂，没有智慧啊，才会说了很多不该说的，做了很多不该做的，不恐怖吗？但其实佛说这些都是可以转的，命也是可以改的，你要对你的人生全然负责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《零极限》这本书里，《零极限》这本书里就讲，不是你倒霉才遇见了这件事儿，而是你自己制造了这件事情。我当时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间想到，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别人的原因、别人的责任，那我们完全改变不了什么呀。其实你仔细观察，很多正确的事儿它都是相通的。在《太上感应篇》里就有这样一段话：福祸无门，为人自造。那为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不入乌石海？最近我也终于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你看啊，就是像我们姥姥奶奶的那一辈人都挺苦的，到晚年了反而还挺幸福。再比他们晚一辈人，那辈人发财了，有钱了，开始换车换房换媳妇，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，他们晚年还真的挺惨的。早年嘛，了苦，苦报了完了就可以享福，反过来呢，早年把福享完了，晚年就挺惨的。到了你晚年就能看出来你还有多少苦多少福。那为什么准提陀罗尼经上写一满90万遍，无量劫所造10恶4重无间等罪业全部可以消除？鱼觉得自己是自由的，但其实鱼离开水它就活不了。有一个纪录片叫《自然的法则》，里面就讲，在一个生态环境当中，狼肯定是最早而繁的，但其实狼如果消失了，这个生态圈里的其他物种也都不会存在了，万物都是一体的。我妈家附近有一个邻居阿姨，她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得新冠。她得病之后呢，她开始每天都做好吃的，让别人来她家，或者她去别人家吃饭，要不然就组织一群人出去吃饭。这可能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过命之交吧。要不然呢，他在平时的时候呢，就会出去逛街买衣服，买各种东西，买完之后呢，第二天再拿回去退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生病这件事他不告诉任何人。可能你和我开始一样，就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谁会不图名不图利的拖着自己的病体去挨家挨户的传染别人呢？那大家是怎么发现的呢？他在他第一天生病的时候，
就去跳广场舞了，可能是没经验吧，他就跟领舞的说了，领舞的就跟他说，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，因为包括领舞的在内，这个舞团里就没有几个得过的，可能种子也就是在那一刻被埋下的。我当你们是过命之交，你们把我当塑料花胶。他从此之后再也没跟别人说过。总之吧，在他兢兢业业、大缺大得的努力之下，跟他接触的很多人得上了，都是上岁数的人，症状都挺严重的。有一个间接跟他接触的阿姨的老头直接都重症了。虽然有很多被他传染的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因为他，但是你要相信，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。这不是5月份他第一次得吗？不到3个月，2个多月，在8月份的时候他又得了，然后他又重复之前的操作，尽可能的去传染很多人，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得过了，就没有被传染，但是那也不耽误他继续去传播去。佛祖每次比喻都特别形象，就对于这种作恶的行为，养头、吐吐沫、迎风、养沙子，我没有那么高的智慧，我就简单想啊，你把你家邻居这一片全传染了，那最后传一圈肯定会到你的，你跑不了的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为啥说要读史？事儿可能不一样，但是过程和心态它是完全一样的。大禹用了13年疏通了9大河流，每次路过家门的时候，他家还有新娶的媳妇儿都没时间看一眼，终于彻底解决了水患。到了战国时期，有一个叫白圭的人，他每次呢都会扯到这件事，每次说到这件事呢，他又会说，我治理洪水一定比大禹治理的更好，我治理洪水一定会比大禹做得更好，我比大禹强。他经常说这句话。有一天孟子就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问，那你要怎么疏通河水？白圭说，只要将洪水疏通到别的国家不就好了吗？孟子说，你错大了，你让邻国作为洪水的聚集地，洪水倒灌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就好比我是一滴非常非常非常脏的水，把我滴入到大海的时候，那我还能算脏吗？当我们融入到整体的时候，我们的罪业也就消除了，并且这件事是没有办法说出来，是法你能用语言描述出来，那就一定是错的，因为不存在你我，不存在彼此，也就不存在描述它的词儿，甚至包括你开始思考这个行为，你就已经存在了。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，而我们追求的入定无我，不就相当于水滴融入大海吗？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的这一辈子累积的无我入定的时间越长，当我们死后进入中阴身的时候，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当然这是在我们没有去西方极乐的情况下，如果去了就是彻底融入了，如果没去成的话，就是可以选择更多。本质上我们这个红尘当中生活，不断的轮回当中，不就是为了去修行吗？怎么又叫做修行呢？不断去修改修正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行为、自己的习惯，就是修行。那为什么知道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呢？这就和读书无用论一样，我们只是知道，我们只是明白，我们只是了解有这样一个概念，这并不能改变什么。而真正的明白叫做了悟，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真正的明白，真正的了悟会自然而然的体现在你的行动当中。如果知道不用，只能说还是不太知道。修行不是还有个行字呢吗？这就是我今年对于人生、对于修行、对于准提咒的一些愚见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